2026年4月，美國海軍在中東集結了3個航艦戰鬥群，這是自伊拉克戰爭結束以來，美國在中東最龐大的一次海上軍事部署。按理來說，當3個航艦戰鬥群同時出現在一個國家門口的時候，戰爭應該已經結束了。但現實恰恰相反，直到今天，美國依然無法宣布完全勝利。霍爾木茲海峽還在處於高度危險狀態，伊朗支持的武裝組織還在發動襲擊。而華盛頓討論最多的問題，甚至已經不是如何打贏戰爭，而是如何結束戰爭。這就產生了一個非常反常識的問題：如果把戰場上的勝負單獨拿出來看，美國幾乎贏下了每一場重要戰鬥。伊朗防空網被摧毀，核設施遭到打擊，飛彈發射陣地被反覆清除，美國海軍控制着海上的絕對優勢。但為什麼擁有如此巨大優勢的一方，卻始終無法獲得自己想要的結果？今天這期視頻，我們就來看看這場已經分出勝負的戰爭，為何卻始終無法結束。在代號實施狂怒的行動初期，美軍林肯號航艦打擊群完成了一次標準的高強度武力投射。從後來的戰果匯報上看，這一階段的打擊任務執行得很完美。但問題並不在於打擊是否成功，而是一個更根本的疑問。在最初的72小時裡，美國改變了什麼？在最初這個階段，華盛頓決策層面臨的首要挑戰，並不是火力夠不夠摧毀伊朗，而是一個嚴格的成本約束。對手並不是暴露在戰場上的標靶，而是一個將核心設施深埋地下、地表密布防空體系的複合防禦網絡。如果選擇直接強攻深層目標，例如對核心地下設施進行持續打擊或縱深推進，美軍必然需要承受高價值裝備與人員的損耗。但在現代美軍的戰略邏輯中，這類損耗本身就構成一種不可接受變量。於是問題被重新定義，軍事行動不再是摧毀能力，而是在一個成本約束下的最優結果。那麼如何在盡可能低的代價下，使一個複雜防禦體系失去運作能力？面對這一約束，美軍放棄了傳統意義上的結火力覆蓋，轉而執行一種更系統的打擊方式，分階段、分節點逐個突破。隱身戰機與防區外武器繞開核心掩體，優先清除地表的早期預警雷達與通信節點。在五角大樓的模型中，一個防禦系統並不是單一實體，而是一個分層結構。感知層上有雷達與偵察系統，控制層是通信與指揮網絡，執行層則是飛彈與火力單元。雷達與通信被削弱時，飛彈也將失去協調能力，變成彼此孤立的戰術節點。從這個模型出發，伊朗在計劃上已經進入失能狀態。在美軍過往無數實戰總結下的模型裡，72小時後的伊朗已經被按在談判桌前簽下一系列的協議。但盡管過程全對，可是結果卻脫離了美軍的掌控。在戰爭中存在一條被反覆驗證的路徑。指揮中樞受損，到系統失去協調，再到戰略能力崩潰，最後戰爭結束。美軍的第一階段行動本質上就是為了觸發這條路徑，並且這條因果鏈已經被成功激活，所有指標都顯示戰爭已經結束了。華盛頓的決策層看着評估面板上滿分的會商數據，等待着歷史經驗的兌現，但現實卻在此時反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錯誤。現實是它並沒有停止運作。一個在無數實戰總結出的模型中已經被判定為徹底失敗的伊朗，為什麼沒有走向沉寂，反而開始出現更猛烈的還擊了呢？當實施狂怒行動進入第二階段時，五角大樓的戰場監控系統出現了明顯異常。按照傳統軍事理解，一旦一個國家的指揮中心被摧毀，整套軍隊應該會迅速失去協調能力，進入停止作戰的狀態。現實卻完全相反，在伊朗的指揮中樞被打擊之後，中東地區的軍事活動不僅沒有減少，反而變得更加混亂、更加頻繁。系統沒有安靜，反而變得更熱鬧。一開始，美軍內部認為這是誤判或者信息延遲，但隨着數據不斷更新，美軍發現了怎麼回事。問題出在一個關鍵前提上，美軍過去的戰爭模型默認敵人是一個集中控制的系統，也就是說，只要打掉指揮中心，整個系統就會癱瘓，就像打喪屍一樣，抱頭必死。但伊朗的真實情況並不是這樣。在長期制裁和高壓環境下，他的軍事體系早就不是一個大腦指揮一切，而是變成了一堆分散但能各自行動的节點。這種結構就是去中心化，其實美軍也一直在用，但美軍主要用在技術層面和指揮的最末端。這個戰術的關鍵點是，它並不依賴實施指令。可是伊朗模式和美軍的又不相同，因為過於分散，最高領袖身亡後，各地不是去中心化，而是壓根兒就沒有一個核心。在中央通信被切斷後，一些地下飛彈井和無人機基地仍然在行動，但他們不是正常作戰，而是没有實时指揮，没有統一節奏。換句話說，它是看心情打擊。戰略目標是什麼，打擊目標是什麼，不知道。只要是跟美軍沾邊的，隨機打。
打的程度取決於還有多少裝備。更離譜的，你說伊朗打得亂嗎？這些力量又是各自獨立行動的，他們是跟風的，某個地方被打擊，其他地區立刻升級，戰火像被傳染一樣擴散。而美軍當然不是，不按照劇本就不會打。這種模式雖然混亂，但本質上仍然可以應對，無非就是消耗無人機、發射攔截飛彈、壓制局部衝突。美軍擁有壓倒性的技術優勢和工業能力，但真正頭疼的是，戰爭沒有停留在這個層面，因為很快一種更危險的變化出現了。衝突開始不只發生在戰場上，而是開始影響經濟、石油運輸、航運通道、全球貿易流動。最初這被認為只是戰爭外溢，但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攻擊。伊朗給白宮出了一道難題：當戰爭開始影響全球經濟流動時，你的軍事優勢還算優勢嗎？美軍並不擔心天上的無人機襲擾，這種攻擊無法威脅航艦戰鬥群。真正讓五角大樓進入長期警戒狀態的是霍爾木茲海峽的異常變化。很多觀眾也覺得奇怪，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的海軍力量，為什麼卻無法確保一條幾十公里寬的海峽正常通行？正常來講，美軍在該區域擁有完全優勢，無論是制空、制海權還是遠程打擊能力，理論上海峽應該可以被快速清理並恢復通航。但現實並沒有朝這個方向發展，對手並沒有選擇與美軍進行對稱海戰，而是直接改變了衝突方式。海峽區域開始出現一系列分散行為，小型快艇頻繁出沒，水雷被零散布設，無人機低強度反覆騷擾航道。這些行動有一個共同特點，它們單獨看都不致命，但組合在一起會讓航道變得不可預測。最初美軍的判斷是，這是一種典型的低成本消耗戰，因為從賬面上看確實如此，快艇、無人機、水雷成本極低，雖然還擊攔截成本高，但是畢竟家大業大，也還能接受。真正讓問題變得複雜的發生在海峽之外。美國真正難受的地方是消耗戰對全球商業的連鎖反應。現代海運的命脈其實不是軍隊護航，而是保險公司的保單。當幾艘商船在海峽遇襲受損後，全球海運的保險費率瞬間暴漲，保險公司一拒絕理賠，運送全球1/5石油的油輪立刻不敢動了。這是美軍真正難題，不是被封鎖了，而是無法用足夠低的成本去解除封鎖。結果就是幾十艘世界上最先進的飞彈驅逐艦，每天燒着天文數字的軍費，卻只能被困在原地，眼睜睜看着全球能源的供應鏈被慢慢切斷。既然在戰場上用槍炮算不平這筆賬，那是不是可以換一種方式，在談判桌上把問題解決掉？既然海上僵持住了，冲突双方應該會迅速轉向談判桌。事實上，雙方確實在第三國開啟了多輪接觸，但每一次談判剛開始就會迅速走向破裂，甚至出現一種讓人困惑的現象：雙方都在承受越來越大的压力，卻始終無法達成哪怕一個最基礎的臨時停火。問題不在於沒人想談，而在於每一次嘗試談判都會使結果變得更糟。最初的談判框架其實非常簡單，美國希望恢復海峽通航，穩定全球能源價格；伊朗希望在不被進一步軍事壓制的情況下保留安全空間。表面上看，這是一個可以交換的結構，但問題很快暴露出來。這些條件在談判過程中並不是靜態的，它們會隨着戰場局勢不斷變化。例如，當海峽出現新的襲擾事件時，美國國內壓力上升，談判要求變得更強硬；而當外部軍事壓力增強時，對手則進一步收縮控制範圍，以強化自身威懾。結果就是談判本身反過來在拉高戰爭的可能性。談判不是被拒絕的，而是被過程本身破壞的。每一次接觸都會觸發一連串連鎖反應，戰場上的小規模衝突升級，輿論與市場預期波動，雙方對風險的重新評估，再次提高談判條件。最終結果是，原本可能達成的空間被一步步壓縮到消失。這就形成了一個死循環：談判、信息洩露、戰場升級、立場強硬、談判。在這個循環中，問題沒有解決，壓力越來越大。也就是說，談判不是解決衝突的工具，而是变成衝突的一部分。更關鍵的是，這種結構對雙方都成立。對於伊朗來說，如果在壓力下過早開放海峽，就意味着失去唯一有效的外部籌碼，威懾失效。而對於美國來說，任何形式的妥協都會被全球其他潛在對手視為一個信號，世界第一強國可以被低成本持續消耗逼退。因此，問題不再是願不願意讓步，而是每一次讓步嘗試都會放大未來的代價。最終結果就是外交路徑逐漸失效，而戰場壓力卻在持續累積。當這兩條路徑同時失效時，剩下的問題就變得非常直接。如果不能談，也不能靠现有的手段壓制局勢，美國要怎麼結束這場戰爭？如果華盛頓最終決定不再等待，如果林肯號航艦戰鬥群收到全面升級衝突的命令，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？
很多人以為現代戰爭就是幾枚飛彈飛過去，但實際上，對於航艦戰鬥群來說，真正的戰爭開始之前，決定勝負的往往是第一波火力釋放。誰先癱瘓對方的感知能力，誰就掌握主動權。收到命令後的第一時間，林肯號甲板會進入持續起降狀態。F-35C 和 FA-18EF 將不再執行常規巡邏任務，而是開始大規模壓制行動。預警機升空，電子戰機開始壓制雷達，驅逐艦同步發射巡航飛彈。整個打擊群會首先攻擊遠程雷達站、防空指揮中心、飛彈預警系統。目標很簡單，讓對方先變成瞎子。當天空控制權基本建立後， B-2 隱身轟炸機將從遠程基地起飛，開始針對地下設施發動連續打擊。此時，航艦艦載機負責外圍警戒，驅逐艦負責飛彈防禦，轟炸機負責摧毀高價值目標。整個體系開始協同運轉。這時候，戰爭已經不再是單個航艦作戰，而是整個美國全球打擊體系同時啟動。而霍爾木茲海峽將成為重點，驅逐艦和艦載直升機開始進行反快艇作戰，無人機負責搜索，艦載機負責獵殺，掃雷艇開始清理主航道。目標不是消滅所有威脅，而是恢復最關鍵的能源運輸通道。接下來，美軍會開始攻擊連接各個代理武裝的補給網絡，重點不一定是人，而是倉庫、車隊、橋梁、油料站。戰爭會從消滅目標變成消滅目標產生能力。從純軍事角度看，美軍當然有能力把戰爭升級到一個遠超當前規模的層級。林肯號並不是被困在海灣，它更像是一把已經上膛但尚未扣動扳機的武器。所以我們可以發现一個事實，如果美國決定升級戰爭，它依然擁有相當強大的軍事選項，這些選項甚至有可能夠讓所有問題瞬間消失。所以美軍到底在等什麼呢？或者說，美國認為在什麼條件下值得把戰爭升級到這個層級？美軍擁有升級戰爭的能力，相關作戰方案也始終存在。那麼問題來了，為什麼龐大的航艦戰鬥群依然停留在海灣？為什麼衝突始終維持在有限規模？華盛頓究竟在等待什麼？答案並不神秘。對於美國而言，戰爭從來不是情緒驅動的行為，真正影響決策的是收益與成本的比較。換句話說，美軍是否升級衝突，取決於兩個關鍵條件是否逐步成熟。第一個條件是情報。伊朗最大的優勢就是隱蔽分散，很難一次性打擊。因此，在持續對抗過程中，美軍會不斷收集新的情報信息，衛星圖像、電子信號、後勤路線、人員活動軌跡。這些信息會不斷補充目標數據庫。有不少軍事分析認為，長期對抗雖然增加了消耗，但客觀上也會幫助美軍更清晰地識別整個網絡的運作方式。目標越清晰，升級行動效率就越高。第二個條件則是成本曲線的變化。目前的局面雖然昂貴，但維持現狀的成本未必高於發動全面升級行動的成本，因此华盛頓仍然擁有繼續觀察和等待的空間。然而，這種關係並非固定不變。如果海峽風險進一步擴大，如果能源價格持續攀升，如果全球供應鏈受到更嚴重衝擊，那麼維持現狀的代價也會不斷增加。當維持現狀的成本越來越接近，甚至超出升級衝突所需付出的成本時，全面升級行動所面臨的政治阻力和戰略顧慮就會明顯下降。時至今日，林肯號航艦打擊群依然在波斯灣執行任務，艦載機依然起降，雷達依然運轉，強大的軍事力量始終存在。但真正決定戰爭走向的，早已不只是飛彈、戰機和航艦。這場衝突留下的啟示，或許是現代戰爭的勝負，並不僅僅取決於誰擁有更強的火力。真正決定戰爭規模與持續時間的，往往是成本、收益與風險之間那條不斷變化的邊界線。當這條邊界線發生移動時，戰爭本身也會隨之進入下一個階段，而這一天還會遠嗎？好了，關於中東衝突的故事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。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，別忘了按讚、訂閱，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。你們認為美國會何時清算伊朗呢？我是火力軍，我們下期再見。